成功岭8号门旁的东侧有鬼。这是一则改编自 PTT 上的文章，作者是 Angry Water。1989那年炎热的夏天，我正在成功岭受暑2T 大专集训，17营学4连的铝床在月光下泛着冷光，宿舍刚好位于8号门旁边。当年的大专集训，在严格管理的情形下，当然就容易出一些状况。当时的训练安排方式，导致我们白天没有什么时间上洗手间，想要好好蹲一下，也只能利用晚上就寝后的时间去。也许是人在压力下被激发出来的潜能。每天我都会在午夜12点精准苏醒，训练课程的极限压榨，竟意外开发出这具肉身的生理闹钟功能。仿射坐北朝南的设计，将厕所切割成东西2个平行宇宙。在我们刚开始受训的时候，东侧用几片简单的木板盖住，上面施展了故障中的军中魔法。过了大约1个星期，因为人数满编，拥挤指数突破临界值，班长就派人直接把木板拿开，撤去魔法的封印，当场宣布说厕所修好了。这比摩西分还更具戏剧张力。其实我心里很高兴，因为西侧的所在位置和氛围总是感觉很阴森，所以东侧一开，我都尽量往东侧跑。我尤其喜欢上那个总是打扫的最干净的第一间。有天晚上睡觉前，隔壁床北部某大的同学听说我有午夜大便的习惯，马上就把我当成了人肉闹钟，叫我一定要叫他起来一起大。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天晚上起床时，我的手表显示时间刚好是11点59分40秒，差20秒就到午夜12点。我摇了一下某大同学，他没有赖床，还蛮好叫的，带着卫生纸就跟我一起走进东侧。因为半夜如厕对我而言已经是习惯了，一点都不会拖泥带水，大概10分钟左右就清洁溜溜。出来外面准备洗手，某大同学一听到我开门洗手准备走人，马上苦苦哀求：喂，你已经好了，你要走了吗？陪我啦，我在5分钟就好了。虽然我想说厕所那么大，又灯火通明，到底有什么好害怕的？但人家既然都用恐怖片受害者的音调在哀求了，我不等一下好像太不够意思。好啦，你安心上，不要又变蜜拉不出来，我会等你的。我大同学不知道有什么心理阴影，还有附加条件，你不可以偷溜，也不可以关灯哦。我除了偷偷翻白眼以外，也一直连声回好啦，保证不会。安慰一下他脆弱的心灵，语毕数秒，我才扭开水龙头，用肥皂在手上抹了几下。突然就在我身边响起了一声巨响，那声音就像是有人在我身边用武器步枪开了一枪，把我吓了好大的一跳。在那瞬间，我以为是自己的错觉，声音实在大的离谱，但身边却没有任何异常的状况。可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，我发现厕所门竟然还有余震，就像音叉被用力敲击以后留下了震动，连玻璃都还有咔嚓咔嚓的细微响声。我皱着眉头开始猜想，难道是成功岭有夜间演习？刚刚那是枪炮声吗？还是楼上的卫兵摔倒了？我走到厕所大门查看，安全士官还是一样安安静静的看书。从走廊围墙探头出去，可以看到楼上学生卫兵的钢盔，应该也是一样正常在原地守着岗位。外面更是静得连蟋蟀成鸣都没有。我怎么想怎么纳闷，可是厕所门此时才慢慢静止下来。虽然可能吓到某大同学，我还是用力敲他的厕所门。奇怪的是，他也让我连续敲了10几秒，才突然应我一声：有什么事吗？我快好了啦。我想说，这同学又不是小叮当里面的大雄，是有没有可能蹲马桶还可以秒睡？从之前对话结束到我经历完这一轮，前后也不至于超过30秒吧？难道刚刚只有我一个人穿越了时间静止的奇异空间？你是睡着了？我问他，你刚刚有没有听到很大的声响？他静了一下才说，声响？哇，你是说敲门声吗？我又翻白眼，试图往合理方向思考，怀疑他是不是有听觉障碍。那么大的声响他竟然没有听到？不是啦，很大的声音啊，这门刚才都在震动了，你都没有听到吗？喂，你不要吓我。在门外可以听到他在里面急急忙忙拿卫生纸擦屁股的细微窸窣声。我是让你等了一下，可是不要为了不想等就吓我嘛。我想这同学胆子真的小，还是少让他受到惊吓，只好说没有啦，大概是我听错了。等他出来，慌乱的洗好手，我们就回床睡觉去了。本想一夜安眠无事，没想到睡2个钟头又发生事情。3个床位分别在寝室不同象限的学生，睡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同时尖叫醒来，全寝室几乎都被吓醒，搞得在寝室偷看鬼片的副连长连忙冲进来问：什么事？什么事？然后我揉揉眼睛，听到房间某个角落有人回说：没事了，做噩梦了。那时被吵醒，觉得很烦，就倒头继续睡。第二天听到他们在聊天，还真是恐怖。他们3个人分别讲述自己的梦境，内容却都一样，
同时一个断头班长拿着自己的头叫他们要撕下去，还有人抱怨一定是副连长半夜不睡觉，在那里偷看什么鬼片，才会害大家不得安宁。听完当下觉得毛毛的，不过转念一想，部队阳气重，大概就是做噩梦不会有事。又过了几天，那天的课程是打靶，我被选为弹药兵的一员，要扛20公斤的弹药。领队是志愿役资深班长，为了体恤我们辛苦，带我们翻山越岭走捷径随意走，不必跟着大部队打树前进。那天天气很好，清晨的太阳照着成功岭一坡一坡的矮丘，只可惜一路明子散落。我想起那天夜里的事，所以问道：“班长，请问成功岭有闹那个吗？不然怎会满地名字？”他当时只顿了几秒就说：“当然没有啦，那大概是有人拜祖先吧。”这里会有人买祖先还跑来拜？我看连阿飘自己听了都要在旁边偷笑了，但学生身份也不敢跟班长顶嘴。到了靶场之后，大家就定位开始打靶程序。我们几个弹药兵负责总共大约3000颗弹的填弹工作，填到后来真的是满手火药和铜锈味，不停装弹药的期间也是蛮无聊的，所以我就跟班长聊天说，那天在东侧发生的怪事，他的瞳孔产生了0.3秒的震颤后，叫我等一下，跑去关玉排长那里耳语了几句。史一西听见他问说：“我们那个时候是东侧还是西侧？”排长考虑3秒后说：“东侧。”班长又跑回来，重复问了我好几遍，并且刻意强调，叫我绝对不可以说谎。好，我相信你。等你结训前，记得来找班长。班长告诉你一个故事。那天起，我就把半夜起床的时间改成清晨4点。我大同学还怪我为什么突然改了时间。之后经过明察暗访，才听同学讲，真相其实是之前有一个士官，原本是个很疼爱受训学生与新兵的班长，可是因为新兵或学生很不好带，又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，竟然有人不爽去申诉他。上头长官非常不谅解，一直怪罪并惩处那个士官。士官受不了这种压力，竟于某天5月12点，明知安全士官的时候，就在东侧那个我听到怪声音的地方，举起武器步枪含在嘴里，朝头点开了一枪致敬。没想到士官没有立刻死亡，还在地上翻滚。同连弟兄闻声出来想救他，搬运的时候竟然还不小心滚落楼梯，最后滚在地上翻了好久都抓不住才断气，死状极惨。那梯次从此就发生很多事情，包括新兵或学生有人睡上铺，半夜竟还有班长帮他们盖棉被，盖到脖子。军床约150公分高，没有梯子超难爬，几乎不可能不惊动人就爬上去。其他军士官则是噩梦连连，被迫四头扯背拉脚不得安宁，拿出连旗镇压也无效，逼得他们一人在睡，要另一人在旁站岗才能勉强入眠。最后只好把东侧封闭，该梯次结训后才算暂时无事。不管真相如何，我听了比原先更害怕了。不过没想到如厕时间改了以后，东侧居然也就没再出过事。好不容易6周过去就要结训了，结训典礼顺利完成。大家回到宿舍已经是早上10点多，纷纷去领回自己的便服，在1楼中山室闲聊打闹，准备回家开始过缤纷的大学生活。每个人都很高兴，气氛热的，竟让人开始怀念6周枯燥的日子。我始终没去问过资深班长那个故事，那天也忘了班长跟我的约定，不知是否受训的压力突然消失，还是太兴奋，肚子竟然痛了起来，于是就冲到2楼。跑去东侧第一间去蹲，很奇怪，那时候莫名铁死。门打开的时候，发现已经有人捷足先登，并且留下又粗又壮的一条。我心里骂说是要结训了，又中二病发作，故意不冲马桶，以为可以弄到班长室吗？我按了冲水的按钮好几下，只听到马桶没水的窟窿窟窿声。哦，难怪，原来没水啊。不过我裤子都脱了，你还给我看大便，就也不想换间，直接就叠着上吧。想到没多久就要回家，心情很愉快，就开始胡思乱想了起来。蹲的时间也比平常久一点，至少超过15分钟了吧。就在我心里起了一个上完了的念头，大量的水居然自动冲出来，连本带利把先烈的遗产跟我新增的整坨一口气冲得一干二净。也许是因为大白天，我当时竟然只是稍微起了一阵鸡皮疙瘩，然后心里悠悠的为他叹一口气。我一边继续擦屁，一边心里跟他说，我听说你走得很冤枉，希望有人能了解你的痛苦，但是并非每个学生都能像我这样镇定，你再继续出来的话，大家都会被你吓到的。我今天结训等一下就要离开了，也帮不了你什么事情，而且你不是很疼学生吗？那就请不要再吓他们了，我为你念2段经，你就安心的往生吧。其实我根本没读过什么可以操作的经文书，也只记得心经之类的等经文，就凑合着在心里默念了起来。好久以后才有人跟我说，这样在厕所光屁股念经是大不敬。我继续边念边慢条斯理把屁屁擦完，出来厕所不到半小时就坐车告别成功岭了。
以上就是本集的军中鬼话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。